哟，大家好，我是凤凰。今天要聊的就是当干部的血泪史。那我过了5季的干部，处理过大大小小的事务，当中呢可谓是有血有汗。造孽！如果你是曾经或者是现在当过干部的话，这部10大干部最讨厌的事情，你务必要看完，因为每一点都像一支针扎在你心里，非常的痛。从头说。啊，我看错时间啦！对不起，我带了白马。不好意思，我没有注意到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对哦，我刚刚点了骑兵营。不是7点55分吗？以上对话出自于我的盟友们。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打成公关，常常讲好的要压秒，结果总是有那么几个没跟着时间跑。然后这种时候呢，都是100多人看着，之后就开始投诉起来了。惩罚又怕会影响发育，不罚又不能服众，每次都要处理这种事务，真烦啊！烦死了！虽然偷跑呢没有什么争论的余地，不过呢发生的频率太过高了，所以占据排行榜第10。在 S1 到 S3 还能下野刷战功的时代呢，常常都有盟友下野互相的刷战功，这一点呢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呢，问题在于你的城挡在峡口，或者是建了一大堆巨马或者是箭塔挡人，结果呢把盟友的士气啊都消耗的一大波，这样呢就很搞了，对吧？我还真的是有遇过一个很奇葩的盟友，就是下野互刷战功不要紧，然后呢建了一大堆巨马箭塔在交通要道，密他叫他拆，他又不回应。结果呢，附近的盟友看不惯，就直接过去把他给俘虏了，还真的是把他给送到另外一个伺服器。1个字，绝！如果因为车子不够的话导致翻车，那真的很气人啊！攻个7级城，但是出了一辆5等1500兵的工程车，你敢信吗？我发现你是朵奇葩呀！其实呢，练工程车其实不难啊。只要把队伍丢进去练兵场，练3次，出来就15级了。把兵补满之后，就直接可能打7级啊，有多么难啊？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干部通常统计车数，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计算能不能打下城池，打几轮。如果你真的不能出车的话呢，请各位如实禀报，因为呢，如果你谎报军情，导致你的干部计算错误，这其实对战局完全毫无帮助，而且可能会导致翻车啊！我宁愿呢，你拿这台破车啊，拿去铺8个路也好过翻车，对吗？9宫图跟八卦阵呢，俗称8+9，可能是全游戏最恶心的东西之一哦，也是让《三国志战略版》一直围绕的一个核心机制。满级的8+9呢，能提供15%的攻击力跟伤害，比满红的兵书加成还要多。所以呢，撞8+9必须在你的部队有优势的情况下才可以撞。指挥官绞尽脑汁集结一波，想要撞门神，但总有一些小皮皮按耐不住，直接扛8+9乱打，结果呢被1打2或者被克制的打。敌方呢又有时间回来补兵，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每次都快要气炸了。是个大废物！这种鸟事情呢，通常是发生在 S1 到 S3，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呢，当然是比较鼓励的，因为你可以刷一下战功啊，季末的时候啊要结算啊，所以可以赚一点功勋啊，也不错，对不对？结一下成就之类的。可是前期跟中期如果还在拼打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那些队伍啊，有法正啊、刘备啊、蔡文姬互拼，一直打多平流啊，这其实对战局啊完全毫无帮助。我还有遇过一些人，就是整个赛季都是在刷数据战功，然后呢，季末的时候在准备下赛季分配主分盟的时候，跑过来跟我说，他自己战功有多少，翻了多少地。其实这些干部都看在眼里，只是看破不点破罢了。
所幸的是，到了第4赛季过后，同个阵营是无法互刷战功的哦，因此这让整个游戏呢的可玩性大大的提升了。牛掰！相信每个曾经打输或者被打烂过的同门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虽然我们137呢巨盟聚起来之后，都是镇压住我们的对手啊，不怕打输，只是怕没架打。养一条狗命多活2天，别那么嚣张。但是我们真的也曾经经历过低潮的阶段。那么让我回想一下，就是当时的 S4，我们曾经连续被偷掉了2个很大的关卡，那就是丹水跟上都。干部群跟大群呢都因此士气低落，加上对方是马腾势力，所以压力可真的很大。所幸的是，虽然盟友觉得有很多的不满，但也激起了干部群跟盟友的齐心跟斗心，最终呢突破了重围，踏平了江汉，关中跟势力拿下了霸业。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虽然有些干部呢在战略部署上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有时候会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有时候是刚睡醒的情况，或者是脑短路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各位盟友能走在一起是实属不易啊。希望各位盟友能多多体谅这些干部的无偿付出和辛苦逆风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沉住气稳住，不要轻易的放弃。只有坚强。来到我们第4名了，这是不得不提我们的世界屏嘴炮的风气哦。相信很多同盟跟我们的同盟一样是反对大家在世界频道开嘴炮的。要知道，嘴炮这种风气对外交、对拉人或转服等等根本毫无帮助。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破坏大家的游戏体验比如说 S3 的时候还没开打的时候就收到这个讯息。在干部的角度呢，在世界频道互嘴其实是完全毫无意义尤其是在前3赛季的时候，外交、结盟等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 S2 的时候呢，我们的伺服器是一个3国鼎立的一个情况。结果呢，因为对方有几个嘴炮仔在世界频道开嘴，让我们全盟上下一心宁愿不拿霸业也要送他们下匪。当年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把牛皮妹妹给送下匪了。给我上来！噔，终于到了我们的前3名了。如果前面有勾起你的痛苦回忆的话，那前面3名大概能让你吐一大波血。终于到了我们的地奴跟农夫出场了。相信各服跟各盟都有各自的同框法或者是势力法，目的就是尽量让资源分配上能平均一点。因为3战不是一个大课长的游戏，不是一个单靠一个满红课长可以打爆一个盟的一个游戏所以一个人拿了几十块的10级地，绝不可能会比每个人拿4块10级地来得强。这道理只要大家多打几个赛季，肯定懂。你是个骗子。不过呢，总有些人打家不来，只会拿满满的铜地，战场永远看不到他的身影。叫他放地，就像叫他切一块肉出来一样的痛。下野翻地又影响同盟士气，除非那个人还有一些廉耻不然真的很难处理庆幸的是，我们的同盟里的地奴会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比较像疯子一样，以翻地为乐，帮敌盟解决地奴问题，创造美好的游戏环境。第2名，各位门神上线啦！你们真的是重中之重碧城6小时在战略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尤其是在很重要的关卡被敌方打下了，如何精准的精算时间来避城会变得更加重要。卡在路口的门神如果避城那6小时，基本上就是无敌因为它能防止你的敌方前进。我是无敌的。
如果门神无法配合必成的话，那么法令呢执行度也会大大的下降，也会不好执行。我们都曾经遇过这种情况，虽然白天大家都生活很忙碌，有时候真的很难抽身上线玩游戏，但是门神身兼这个无比重要的责任啊，所以很辛苦啊，各位门神。哎，我们又不是朋友，我为什么要帮你？在此提供一个各位可能已经知道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门神呢不经常上线，可以考虑把他的账号托付给一个他比较相信的官员，或者是用小号来卡门神，因为用小号基本上小号没有价值啊，所以你想怎么卡都可以，没问题。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怕联络不上你的门神了。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第1名，恭喜各位地奴，你们荣登10大干部最讨厌的事情的冠军。如果违反势力法是个人对游戏理解的问题，那么草地圈地就是带着这些错误观念来影响自己你的干部群或者是整个同盟了。如果说是比较有礼貌的小地奴呢，那倒是比较好处理啊。比如说这个1000多势力留8同图啊，你们只能看说他是傻傻，但是他也是提供笑话。我也有遇过这种情形，就是为了1-2块地炒了200-300句的 LINE 的讯息，还各自拉干部啊、高层啊，私下聊啊、私下谈啊，基本上就是为了那一点认同感跟资源。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干部根本不想理你啊，根本不想鸟你啊。当干部群在烦恼下一个战略目标，或者是集结的人数，与别的同盟外交等等，你为了一个破地大吵大闹，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不同次元的啊？我在这里呼吁一下那些还在为土地纠纷炒地的玩家除非那个吃你的地的人是带着充满的恶意有冤无路生，否则呢不要为了那几块地大吵大闹啦。不管你吃了多少地，只要你的同盟一旦打输，你的地全数的都会被你的敌盟给翻回去，高地全拆。试问这样的话吵来干嘛呢？再给你吃多少地也没用啊。那些还在圈地的人就更无聊了，你用5-6块地圈1块6地，倒不如去打6块4地好吗？等你发育起来，人家已经打了几块8-9-10地了，到时候呢飞地也好，慢慢铺地过去也好，问同门跟他借地也好，签城也好，地会多的是，不用搞那些小动作好吗？至于飞地呢，跟同盟沟通好来就 OK 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大家最后都是要迁进去支援州，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当你跟你身边的盟友可以一起同时的发育起来，而不是未站稳先脚，先站自己人，其他伺服器对面的阵营才是你的对手。同盟之间应该互相合作 OK， 就算你今天是满红大佬啊，你也需要这些明玩家的支持，例如铺路啊、卡城啊，或者是出车啊之类的。明白了吗？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那么片尾有些彩蛋会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苦水啊想吐出来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这部影片也可以帮我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那么年快到了，凤凰在这里恭祝大家事事顺利，财源广进，恭喜发财。